曹丕篡汉称帝之后不久，刘备也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。那么之后他为何不去北伐攻打曹魏，而是不听众人的劝阻，非要发兵攻打孙权？猛将张飞又是因何被杀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在成都称帝及张飞惨遭杀害。220年12月11日，曹丕代汉称帝，建立曹魏，汉献帝刘协被封为山阳公。等消息传到蜀地，就变成了汉献帝刘协已被曹丕给谋害了。既然汉朝皇帝已死，刘备又不可能向曹丕称臣，于是他在成都为汉献帝举行了发丧仪式后，于第二年，也就是221年的5月15日，刘备在成都的武丹山登基称帝。武丹山位于成都市老城区西北角的北教场内，它并不是一座山，而是一个高约20米、宽40米、长100余米的小土丘。由于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是汉室的延续，因此他依然沿用汉的国号。由于政权在蜀地，所以后人便称其为蜀汉。他任命诸葛亮为丞相，许靖为司徒，并设置百官，建立宗庙。6月19日，他将吴氏封为皇后，刘禅被封为皇太子。刘备共有4个儿子，其中不去救援关羽的刘封是刘备的养子，另外还有刘永和刘礼，于是封刘永为鲁王，刘礼为梁王。同年7月，刘备便以为关羽报仇为名，准备发兵征伐东吴。赵云得知后，连忙前来劝谏说，国贼是曹操，并不是孙权，只要灭了曹魏，孙权自然就会前来臣服。如今曹丕篡汉称帝，引起了很大的公愤，我们应该利用民情，立即攻占关中，然后占据黄河和渭水上游，到时候关东义士必将裹粮策马前来迎接王师。如果现在放置曹魏不管，反而先去攻打东吴，双方一旦开战就很难停止，这可不是上策呀。可是愤怒的刘备根本听不进去赵云的劝谏，依然执意东征。他让诸葛亮留守成都，赵云镇守江州，他亲自率领大军前去攻伐孙权。同时他让张飞从阆中发兵前往江州与自己会合。然而就在大军准备出发之时，张飞却被部下的将领给杀害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之前讲过，张飞与关羽的性格不同，关羽能够很好的善待士兵，但他对士大夫却极为专横，而张飞则反之，他对士大夫们极为尊重，却经常打骂和惩处士兵。刘备曾经告诫张飞说，你经常鞭打将士，可还是要让他们侍奉你左右，这是取货之道啊。但张飞压根听不进去。果然，张飞在发兵之前，其属下的将领张达和范强便将其给谋杀了。之后两人带着张飞的首级前去投奔了孙权。就这样，关羽和张飞都因为性格的缺陷害死了自己。刘关张3兄弟现在只剩下了刘备一人。他在得知张飞遇害的消息后大为悲痛，对孙权的仇恨更是不共戴天。孙权得知刘备准备发兵攻打东吴后，非常的担心，立即派遣使者向刘备请和，可刘备愤然拒绝，是要拿回荆州，并为关羽报仇。南郡太守诸葛瑾也给刘备写信说，陛下和关羽的关系确实亲密，可是与陛下和先帝之间的亲密程度相比，哪个大哪个小呢？荆州的大小与海内各州相比，又孰大孰小？所有这些仇恨，哪个应该当先，哪个应该当后，只要你稍微审查权衡一下，做出决定，不是易于反掌的事吗？可刘备还是听不进去，依然要发兵攻伐。这时东吴有人得知诸葛瑾与刘备互通信件后，就给孙权进献谗言说，蜀汉与东吴即将开战之际，诸葛瑾却依然和刘备互通信息，而且诸葛瑾镇守的还是如此重要的南郡，不可不防啊。可孙权却说，我和诸葛瑾共事多年，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，当初他的弟弟诸葛亮出使东吴，我就让诸葛瑾出面留下弟弟，可他却对我说，我弟弟已经跟随了刘备，一无二心，我弟弟不会离开刘备，就像我不会离开你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论世上的君臣大义，我和诸葛瑾已经算是神交了，不是旁人可以离间得了的。至此，刘备与孙权的矛盾无可调和，战争已经是在所难免了。221年7月，刘备亲率蜀汉大军数万人马从江州出发，准备对东吴发起大规模的攻伐。
当时两国的国界已经西移到了巫山附近，刘备派遣将军吴班、冯习和张南率领3万大军先行出发。大军到达后，顺利地夺取了峡口，攻入东吴的境内。之后，他们在巫县击破了吴军的李毅和刘阿，占领了秭归。巫县即今天的重庆市巫山县北。此时的孙权已经将治所迁到了鄂州，并将鄂州改称为武昌，修筑了武昌城。面对蜀军的大举进攻，孙权任命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，率领5万大军前去迎战。同时，为了稳住曹魏，避免两线作战，立即派遣使者将于禁等人送回许都，请求成为曹魏的藩属，向曹丕称臣。于禁在襄樊之战的时候，大军被水淹没，举兵投降了关羽。之后，他被关羽关押在江陵之中。结果，吕蒙白衣渡江，占据了江陵，于禁也就成为了东吴的俘虏。现在，孙权为了讨好曹丕，又将他送回了曹魏。此时的于禁面容憔悴，须发皆白，见到曹丕之后，他跪地痛哭，心情颇为复杂。曹丕则以春秋时期荀林赋和孟明氏的旧事来安慰他，并且让他官复原职，任命他为安远将军。于禁感恩戴德。之后，曹丕让他前往曹操的陵墓拜谒曹操，然而他却派人提前在曹操陵墓的墙壁上画了一幅画。此画的内容是襄樊之战的场景，关羽高高在上，庞德怒目而对，而于禁则对关羽俯首投降。当于禁来到曹操陵墓，看到此画的时候，既羞愧又恼怒，不久之后就郁郁而终了。对于曹丕的这种做法，着实令人唏嘘。对于被曹操称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前来称臣，曹丕非常高兴，大臣们也纷纷前来祝贺。但刘烨认为孙权是逼不得已才来称臣的，并没有臣服之心。他建议曹丕应该举全国之力，配合刘备一起灭了东吴，之后只要再灭了刘备，便可天下一统。然而曹丕不但不听，还将孙权册封为吴王，加九锡，领荆州牧。就这样，孙权与曹魏交好，然后他便可以放心大胆地迎战刘备了。夷陵之战正式开始。那么，夷陵之战的具体战争过程是怎样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